南极冰墙为什么会被美国政府列为人类禁区？冰层之下是否又真的存在巨型生物？对于冰封了4000年的南极洲来说，什么怪异的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这些景象或许是你一辈子都没有见过的画面。表面上看，这只是一块普通的浮冰，实际上却是一座直插海底的100米冰山。我们所能看到的海面部分仅是它庞大身躯的1/10。冰墙下的深海水域是人类从未踏足过的世界，人们对它所知甚少，甚至都不及对火星表面的了解。今天，我们的科考队带着全球最顶尖的深海探测设备来到南极洲。我们将潜入海底深处，耗时1000多个小时，去记录冰层之下的生命奇迹。这是一趟完全未知的旅途，谁也不知道我们会遭遇什么。探测器沿着冰墙的侧壁缓缓下潜，这是冰山在海面下的样子。长达100米的冰壁上布满了蜂窝状刻痕，仿佛一幅被精心雕琢的壁画，尤为壮观。水下20米，更加奇异的景象映入眼帘。这些像巨型棺阵悬浮水中的是一群正在倒立睡觉的抹香鲸。抹香鲸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脑，它们此刻在做什么梦，谁也不得而知。但它们通常只睡6到24分钟，所以现在如果它们突然醒来，会是什么场面？很难想象当时拍摄者的心情。探测器继续下降，随着深度的增加，人感受到的压力越来越大。探测器部件因水压而产生细微变形，发出滋滋的声响。水下100米就是冰山的基底，这里看上去很空旷，似乎没有任何生命的迹象。继续下潜，至海底200米处，就到达了海洋的中层带——黄昏区。阳光被黑暗吞噬，但令人惊奇的是，这里竟然有生命。当探照灯骤然亮起，一场壮观的磷虾风暴扑面而来。仅仅几分钟，探测器就被磷虾彻底包围。据统计，现有的南极磷虾总量约7亿吨左右。它们不仅是人类的海洋粮仓，更是南极巨兽们口粮的终极秘密。几乎这里所有的动物都以磷虾为食。随着探测器的推进，我们发现了一个水下花园。不过，这些并不是植物，而是底栖动物。这是毛头星，一种古老的海洋无脊椎动物。它们通过数十条长着须毛的长触手驱动自己游泳。而最为有意思的就是它们下降时的样子。随着探测器下潜至海底500米时，我们进入了一个神奇的世界。这里生活着众多令人叹为观止的奇异生物。这是一条活体虫，它的身体呈圆筒状，由胶状物质组成，外形就像一个巨长的口袋，足有3米长，以至于上方路过的白鳍鲨在它面前也显得十分娇小。只有极少的阳光能照到水下如此深的地方，要想在这里生存，就得充分利用每一丝微光。这是一条剑鱼，它的眼睛如同网球一般大，即便在常年昏暗的海水中，也能看清周围的一切。而这种长得酷似草莓的生物，是当地独有的特色鱿鱼。它的右眼始终看向下方，而它的左眼则要大上很多，并始终看着上方，以方便它同时观察海底和上方猎物。正因如此，生物学家给它取了个有深度的名字——斗鸡眼鱿鱼。很快，一种更为科幻的鱼类出现了，它叫瞳眼鱼，一种看起来很忧郁的深海鱼。
但你以为的眼睛其实是它的鼻孔，脑袋里的那2颗夜明珠才是它的眼睛。为了获得更大的可视范围，他们直接在自己的脑袋上开了个全景天窗，这样不仅能看到上方，而且还能看到自己那会发光的后缸，因此又叫大气后缸鱼。若非亲眼所见，你敢相信它是真实存在的生物吗？当探测器突破800米深度时，一个更加惊人的发现让我们兴奋不已。一只体长超过20米的冥河水母出现在了我们视线中，它是世间最难见到的巨型生物之一。迄今为止，人类目击到冥河水母的次数也就130余次。它通体呈现迷幻的红褐色，10几米长的触手在水中像鬼爪一样的飘荡，看起来就像是来自地狱的生物。能够亲眼目睹它的真容，无疑是一种难得的幸运。在南极，几乎所有的海洋物种都比其他的海域要大。这是一只红宝乌贼，它们长2米，重50公斤，是渔夫口中的吃人海怪。和陆地狼群一样，红宝乌贼会组成庞大的群体，协同捕猎。它们的触手上布满带刺的强力吸盘，能够牢牢锁住猎物并推入口中。而当猎物的数量不足以饱腹时，它们便开始自相残杀。这只乌贼用触手抓住了一只体型较小的同类，为了不让其他乌贼发现，它释放出黑色墨汁作为掩护。但即便这样，一只更大的红宝大乌贼还是发现并偷袭了它。在近海底1000米的一处泥床盆地里，我们欣喜地发现了备受消费者喜爱的帝王蟹。但与普通帝王蟹不同的是，生活在南极的帝王蟹几乎没有天敌，这使得它们的体型更为庞大，90厘米的大长腿搭配30厘米的蟹盖，既纤瘦又不失肥美。随着探测器继续下潜，我们逐渐接近了此行的最终目的地——深海午夜区。该区段距离海平面1300米，阳光无法进入到这里。我们像是踏入了另一个维度的时空，以捕食者的注意力。在这片漆黑的深海中，生物仿佛挣脱了时间的枷锁，管水母几乎获得了长生的能力。它们通过不断的自我克隆，复制出无数微小个体，然后串联在一起，成为世界上最长的动物。据报道，目前已知的管水母最长可达120米。随着此次勘探渐近尾声，神奇的一幕出现了，不断地从上面剥落下来，如甘霖般滋养着海底的绿石生物。而那些被他们错过的雪花，则最终成为海床的一部分。数百万年来，海床上已经堆积了1.6千米厚的淤泥。当探测器触碰海床时，大量的甲烷气泡突然喷涌而出。检测显示，这些甲烷的浓度极高，而更惊人的是，气泡周围聚集着大量是甲烷菌。这些在极端环境存活的微生物，或许正是解开地外生命之谜的关键钥匙。如今，我们已知木星和土星的卫星上也存在着海洋。既然生物能在如此恶劣的深海环境中存活，那它们肯定也能在某个外星世界中繁衍生息。